我自费20万建了座桥，让路程缩短到了10几分钟。过桥费其他村子根据车大小收1到5元，本村免费。可没出过钱的邻居王叔竟然报警说我违规建桥。同志，你们看河上那座桥，就是他没经过相关部门同意私自修建的，他还强行收我们的过桥费，你们可要好好管管。王叔，你是闲的没事干吗？一大早的来这儿作妖。王叔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误会？我哪句话说错了？这桥难道不是你私自建的？难道你没有收大家过桥费？我也是因为审批迟迟不下，才自己出钱建桥，方便大家出行。过桥费我也只收外村人的，本村全免费。到现在连本钱的1/20都没回。你这话骗谁呢？谁不知道自从建了这桥之后，你女儿在城里连房子都买了，怎么可能没回本？张明强，你新盖的楼房，你那20万老婆本，哪样不是靠着这座桥跑大车赚的？我没收过你1分钱，还要每年倒贴钱修桥，我回本在哪里？你不收我们村的钱还能买房，这不恰恰说明这桥很赚钱吗？反正我不信你不赚钱还要倒贴几十万，那不是傻子吗？同志，听到了没有？张迅速就是违规建桥还强收过桥费，就该狠狠处罚他。张先生，麻烦你出示一下合法建桥的相关手续，如果没有，我们就只能依法处理了。迅速啊，叔也不是针对你，只是你这事儿做得太不地道了。其他村子的人过桥借的是咱们村里的路，你还要赚这份钱，这不合适吧？王叔，那桥可是迅速全款出钱建的，他赚点本钱怎么了？也就你蠢，他过桥费一天能收1000多呢，咱们傻傻同意他占用村前的河，却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既然他这么自私，那就别怪我过分了。所以，你们都是这么想的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没错，这座桥确实是违规建筑，我马上找人拆除。哼，你骗谁呢？这么赚钱的桥，你怎么可能舍得拆？你好，之前请你们过来建的那座桥，现在需要全面拆除。对，立刻，马上。哎，怎么封桥了？要是不能通行，我今天怎么去镇上班？我的飞机1个半小时后就起飞了，不让走桥，我怎么来得及啊？迅速哥，我们也没说让你把桥拆了。没出息，看不出来这是他为了巴死我们做的戏吗？拆了又怎么样？现在大家都有车了，绕点路有什么关系？那你们就去绕路吧。迅速啊，你这么做是要毁掉我们村子的未来呀！祖老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人是王叔带来的，举报违规的也是他，我只是按照规矩办事，怎么就成我毁掉村子未来了？你老叔也只是在为村里人着想，没别的意思。这样，桥就别拆了，以后收的过桥费，村子里的人平分，肯定不会少了你那份的。桥是我全款出钱建的，这些年也是我掏钱维护的，村子里的人1分钱没出，免费过河就算了，现在居然还想分我的钱。张迅速，大家怎么说也是同村人，为同村人着想不是应该的吗？你怎么这么狼心狗肺？对，我就是狼心狗肺。王叔才是大好人，不如让他建新桥给你们分钱。现在门在那边，慢走不送。大家别慌，现在拆桥的人连个影子都没见。张迅禄怎么可能真舍得把桥拆了？他就是等着你们去求他，然后再顺便逼着你们也交过桥费呢。怎么，被我戳中痛处，心虚了想跑？王叔，我记得你孙女明天就要去镇上参加高考了吧？想拿这个罚我？没门儿！我家可是买了车的，就算不走你那破桥，绕路去镇上也绝对来得及，对我孙女一点影响都不会有。好，希望你明天还能笑得这么大声。爷爷，这桥真要拆了，还有1个半小时就开始考试了，你确定不走桥来得及吗？来得及，怎么就来不及了？那条老路虽然难走点儿，但肯定能到。走，现在就让你爸开车送你去。王叔，绕那条破路我们可就得迟到了，迟到了主管是要扣钱的。迟到也只是迟到今天，以后你们都早起几分钟，不就不会迟到了？可你们要是向张迅速妥协，以后天天都要给他送钱。走，都跟我去开车。那条路这么多年都没人走了，全是大坑和烂泥，车子怎么可能走得了？现在好了，底盘卡死了，彻底走不了。爷爷，还有1小时就开考了，要不是你非要说这桥是违规建筑，我已经在考点了。现在我怎么去参加高考啊？要是参加不了，我的人生就毁了。那不是因为你爸开车技术不好，把树撞倒堵了路吗？怪我干什么？行了，都什么时候了还吵，赶快想办法吧。迅速，桥别拆了，以后过桥费我们都1分不少的给，行吗？建生，你爸不知道，你不知道吗？违规建筑只能拆除，我要是不拆，可是要被严惩追责的。
你说这么多，不就是想多收过桥费吗？给你20，马上让我儿子送我孙女过桥去参加高考。我可不敢收，谁知道你会不会转头又去举报我，说我利用违规建筑赚违规。迅速，我替我爸给你赔礼道歉，求你了，让我送我女儿去参加高考，我女儿不能错过高考的。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你昨天也在场吧？那时候怎么不见你担心你女儿的高考？让你爸去举报我的也是你爸，毕竟你爸哪知道什么叫做违规建筑。张迅速，别给脸不要脸！要是我女儿没能参加高考，你也别想好过。我对你们掏心掏肺的时候，你们让我好过了吗？张迅速，你把我老婆还我！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就没见过你老婆。我老婆一家今天想来家里看看，结果你不让走桥，只能走那条破路，害她摔了一跤。她不愿意和我结婚了，我好不容易才找到老婆没了，你得还我一个。这不是你们自作自受吗？关我什么事儿？要是你让走桥，我老婆能突然悔婚，所以就是你害我没了老婆。还有我，就因为不给走桥，让我放了大客户鸽子，工作直接没了，赔我工作。那就呼叫核查人员，让他们来说说，这桥到底是谁不让走的？张迅速，你什么意思？想陷害我们？大家看清楚了，这桥建了这么久，上面就没管过。这次也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走个流程，不拆桥也不会怎么样。所以分明是他张迅速故意拆桥为难我们。王叔说的对，上面要是非要让你拆桥，今天怎么可能不来监工？对，张迅速，这些年你靠收过桥费赚得盆满钵满，而我们没得到一点好处，却被你害成这样，你必须得给我们一个说法。你们真的一点好处没得到吗？当年你大学毕业，刚在城里找到工作，你妈就瘫了，3个多小时的路程让你没办法兼顾工作和照顾你妈。是我建起的这座桥，让你不需要辞掉工作回来照顾你妈，被困在村子里一辈子。还有你，村子里多少单身汉也都是因为建了这座桥，让村子蹭了个城边村的便利才娶上的老婆。你们现在跟我说没得到一点好处，少往自己脸上贴金。我儿子说了，当时相关部门已经要通过建桥审批了，就算你不建桥，大家一样能过上好日子。所以你别想用这种事拿捏我们。今天你要是拿不出一个合理的解决办法，我们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愣着干什么？没看见长辈来了，还不赶紧倒茶？王叔，你带这么多人强闯民宅，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又怎么样？你不会还想用呼叫核查人员来帮我们吧？我儿子已经请好律师了，说可以告你寻衅滋事，让你进去承担后果。当然了，乡里乡亲的，我也不想闹得太难看。所以你还有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把这份捐赠协议签了，将桥无偿捐给咱们村。就是，赶紧签了，对大家都好，别敬酒不吃吃罚酒，痛快点按手印。这群强盗，好说法是假，想要强占我自费建的桥才是真的。先生，经过确认，违章建筑并没有按照要求进行拆除。如果您拒不拆除，我们就只能强制拆除了。抱歉，村里的人拦着不让拆除，就连我找来的建筑队都被他们强行赶走了。好的，我们会尽快赶赴现场核查。如果一切属实，我们会对妨碍拆除违章建筑的人进行严肃处理。装模作样，除非你想自己进去待着，否则你绝对不敢把事情闹大。你演得再真，我们也是不会信的。确实不是普通核查部门的电话，是城管部门的。他们说要来对妨碍拆除的人进行处理。不就是管城里那些小摊贩的吗？能管得了这钢筋水泥的桥？编也不编个靠谱的。我看你就不想把桥让出来。张迅速，今天这捐赠协议，你不签也得签。给我按住他！老实点儿，别动！放开我！你们这是明抢！少废话！王叔让你签，你就得签。把他的手给我掰开，按手印。全都住手！妨碍违章建筑拆除的就是你们吧？我说张迅速，你这演戏也太不走心了吧？随便找几个人套上这么廉价的制服，就敢冒充城管？你看这衣服的料子，皱巴巴的，连城里菜市场保安的衣服都比这像样，真当我们是傻子呢？我劝你们赶紧走，别在这儿掺和我们村里的事儿，不然别怪我们对你们不客气。就是，张迅速，你可真能装，以为这样就能吓唬住我们？
赶紧把协议签了。我们是辖区大队的，接到举报前来核查，这是我们的证件。领导，你们可别听他胡说，这违章建筑的事儿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全都是他张迅速的错，是他自己明明知道这桥是违章建筑，还故意拖着不拆，故意跟相关部门对着干。我们刚才只是过来劝他赶紧拆桥，他不听，还对我们恶语相向。对，都是张迅速的错，是他不肯拆桥，跟我们没关系啊。同志，你们看河上那座桥，明明是你们昨天拦着建筑队不让拆桥，刚才你们一群人把我摁住，强迫我签这份捐赠协议，想把我自费建的抢走，现在居然反过来污蔑我。这份捐赠协议分明是你自己非要签的，你就是知道这桥是违章建设，怕被追究责任，所以才假意把桥捐给村里，想把锅甩给我们。你这人实在是太有心机了。爸，别跟这种人废话，我把城里最好的律师请来了。各位工作人员，我是陈先生的代理律师。根据我方当事人陈述，张迅速恶意阻拦本村村民正常通行，给我方当事人以及全体村民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生活困扰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张迅速的行为已经构成恶意滋事，情节较为恶劣。我们希望工作人员能够依法秉公处理，对张迅速进行处罚，并且责令其赔偿村民们的全部损失。听见没有，张迅速，你完了！我告诉你，你就等着进去承担后果吧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既然你们把脸伸过来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同志，你们看河上那座桥，是吗？那大家不如先看个精彩的节目。不准拆桥！谁敢拆桥就跟谁拼命！滚！都给我滚！这怎么被拍下来了？这怎么办？你不是说能告他吗？这情况当事人没跟我说明啊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。你们强迫我签捐赠协议的证据，我也有。这个监控是我女儿怕我一个人在老家独居出意外，特意给我安装的。我之前也没想过，她会在今天派上这么大的纵扬。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。经过核查，你们多人妨碍执行公务，强迫他人签订不合理协议，并且恶意污蔑他人。根据相关规定，对你们处以相应处罚，并且立刻对河道上的违章建筑进行依法强制拆除。挑所谓情到立科，斩落法庭合作。就是啊，我还在城里上班，桥拆了，我每天绕路根本来不及，这工作丁保不住了。求求你们了，就这单位，别走吧！求求你们了，别拆桥，我们以后再也不敢闹事儿了。违章建筑违反相关规定，不管有任何理由，都必须依法拆除，这是原则问题，没得商量。哼，原来你们也知道没有这座桥，大家出行根本寸步难行。那之前你们怎么还默认了王叔的说法，觉得就算没有我建的这座桥，也根本没关系，绕路也不影响呢？说到底，不过是眼红我赚钱，想跟着王叔吃绝户罢了。现在桥没了，都是你们咎由自取。张迅速，都怪你，都是你小肚鸡肠，斤斤计较。如果你当初不跟我们较真，不把事情闹这么大，这座桥怎么可能会被拆掉？都怪你，陈老头！要不是你带头举报，非要抢人家的桥，事情怎么会闹到这个地步？就是，当初我们就不该听你的。现在好了，桥没了，我们以后怎么进城？怎么送孩子上学？你就是个害人精，把我们全村都害惨了！迅速啊，之前都是我们糊涂，
你大人有大量，别跟我们一般见识。你看看，能不能想办法再把桥建起来啊？建了也是违章建筑，有什么好建的？其实没了这座桥，对我一点影响都没有。我早就打算好了，去城里跟我女儿、老婆一起住，安安心心养老。以后村里的事，再也和我没有任何关系。哈哈哈！建桥现在还能随便建吗？那可是违章建筑，会被拆掉的。肯定能建。之前张迅速建那座桥，好好的用了这么多年都没事儿。你相个桥借过多年，不就是因为被举报了才被拆的吗？这次我们自己建桥，大家都守口如瓶，谁也不往外说，不举报，肯定不会有人来管。只要桥一建好，这过路费还不是我说了算。张迅速那个蠢货不收钱，我可没那么傻。可再出城！你太过分了！当年张迅速在的时候，对我们本村人1分钱都不收，你居然收这么多！就是，哪有你这样的？自己建桥赚钱，也太黑心了。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当年张迅速不收你们钱，免费让你们过桥，你们不也照样不满意？现在我收钱，你们不想给钱，就别过桥。老老实实去走那条颠簸的破路去。你私自修建违章建筑，违反相关法律规，现依法对你修建的这座桥梁进行强制拆除，请你配合执法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我花了30多万啊！你们怎么会知道？你们凭什么？不能挖，这是我们的根啊！立刻控制事态，依法处理。种什么因得什么果，这余生总算是清静了。